我们总觉得自己挺懂人心的，毕竟每天都跟人打交道，那些小心思假笑场面话。可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我们还是常常误会别人，被骗被利用，甚至连自己的行为都搞不懂呢？因为说到底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我觉得这个层面，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就是来打破这些我以为的幻象。它就像一本详尽的人性说明书，帮我们探清自己和别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无论你是想事业登上一层楼，它是改善人际关系，或是单纯不想再被社会套路，掌握这些规律都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。要知道，世界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理性，有同理心。但现实是，人往往是非理性的，情绪化，而这些特性才是决定行为的真正核心。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·格林，他可不是那种只灌鸡汤的作家，也不是只会讲大道理的教授，他专门研究权力策略和人性，写出来的书每一本都揭示了世界的冷酷真相。如果说其他励志书教你如何变成更好的人，格林的书则是告诉你，世界不会因为你是好人就对你温柔，所以你最好学会如何应对。这本人性18法则更是他的集大成之作，融汇了心理学、历史、哲学，拆解了人类最根本的行为模式，提供了一整套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聪明方法。当然，它不是教你去操控人心。如果你曾对某些人的想法或行为感到不可理喻，那这本书能让你少点天真，多点现实感，就是活在自己的幻想里，还以为自己看透了一切。做到人性最容易让人误会的一点就是，我是理性的。我们总觉得做决策时冷静分析，深思熟虑，可事实上，情绪才是幕后的操盘手，逻辑只是帮他找借口的助手。从买东西到选伴侣，甚至到国家领导人决定是否开战，情绪的影响力都远超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。你可能不信，但想想看，你有没有因为生气发过后悔的短信，或者心情好就答应了一个明知不该答应的请求？只是非理性法则运作的冰山一角，这种非理性带来的后果往往更加惊人。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庇尔，他最初是倡导公平正义的革命领袖，但当权力与恐惧纠缠，他渐渐陷入情绪漩涡，变得偏执，无法容忍意见，最终推行了统部统治，把无数支持革命的人送上断头台。讽刺的是，他自己也未能幸免被自己建立的机制反噬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人被情绪绑架，即便出发点是好的理想主义者，也可能走向极端。那么，怎么避免掉进这个非理性的陷阱呢？关键在于培养自我觉察。情绪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当我们没意识到它的影响时，它就会悄悄主导我们的行为。我们可以从小处练习，当你冲动想发脾气时，问自己，这个反应是来自事实，还是我内心的恐惧和不安？或者当你觉得这是个完美决定时，提醒自己等一晚，明天再看看还会不会这么想。这些简单的步骤能帮我们从被情绪牵着走，变成让情绪为我所用。毕竟真正聪明的人不是没情绪，而是懂得在行动前先认清自己当下的情绪状态。还有一个我们很难察觉的习惯，就是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。这不是说你自恋到每天夸自己，而是我们天生就会以我为出发点来看世界。这就是自恋法则的本质。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关注，即使表现不同。有些人炫耀成就，渴望赞美；有些人内敛，但内心仍希望被注意。问题在于，当我们过度专注自己的需求时，就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，甚至无意中破坏人际关系。当然，自信和自恋之间的界限
并不总是那么明显。谈谈历史上的西奥多·罗斯福，他就是一个成功平衡自信。罗斯福无疑非常自信，对自己的能力有坚定信念，但他不是只顾自己，而是懂得关心别人的需求。他推动公平交易政策，保护民众利益。他已是美国最热衷环保的总统之一，设立了无数国家公园，为未来世代着想。这样的领袖既有自信，又能理解别人需求，而不是只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。那么怎么避免掉入自恋的陷阱呢？关键在于从自我迷恋转向自我觉察。这不代表你要压抑自己的需求，而是学着站在别人角度思考。对话时试试看是花更多时间讲自己的事，还是愿意倾听别人的想法。做决策时问问自己，这个选择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，还是也顾及了他人的感受。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别人的需求，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人际关系就会更顺畅。毕竟没人喜欢跟一个只会谈自己不在乎别人的人相处太久。我们不只会把自己放在世界中心，还会根据场合戴上不同的面具。这不是虚伪，社交、职场，甚至亲密关系中，每个人都在调整形象。这就是角色扮演法则。人们不一定说出真正的想法，而是说出最符合当下利益或社会期望的话。你听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版本，真正的剧情还藏在细节里。历史上没人比路易14更懂角色扮演，他不仅是国王，更是彻底掌握形象管理的大师。他明白权力不只来自军事或法律，它来自人们对他的崇拜。因此他把自己塑造成太阳王，国家的中心，让贵族对他又敬又畏。他表面上对臣子亲切有礼，实际上却让贵族沉迷于凡尔赛宫的奢华，使他们无心挑战王权。结果也能牢牢掌握政局。这种高明的角色扮演让他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君主之一。点燃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我们该如何看穿表象，理解真正的意图？关键在于观察行动。一个人可以口口声声说自己很诚实，却在关键时刻闪烁其词。老板可能承诺升迁，但如果他从不推动任何人向上发展，那这些话就只是唱两坑食品。真入一个人的眼神变化，说话时的停顿，对承诺的执行力，这些才是判断依据。当你开始留意这些细节，就能更准确地解读别人的真实想法，而不是只被话语表面所影响。毕竟世界上的谎言并不总是赤裸裸地说出口，而是经过精心包装，藏在那些最动听的话语里。如果说人们戴着面具来适应环境，那么他们内心的行为模式，无论怎么挣扎，最后还是会回到同样的循环。这就是强迫性行为法则。我们的行动往往不是完全自由的，而是受到过去习惯、童年经验，甚至内在恐惧的重复相同的模式。有些人总是选择错误的伴侣，有些人不管换几份工作都会遇到类似的挫折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内在机制在默默运作。要理解这点，可以看看霍华德·休斯的故事。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，涉足航空、电影、科技等领域。然而他有一个无法摆脱的行为模式，极端的控制欲与解体。这些特质在初期让他能精准掌控事业，甚至带领团队突破航空技术极限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强迫行为开始吞噬他的生活，他的细菌的恐惧变本加厉，最后甚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拒绝与外界接触。他的成功与他的强迫模式密不可分。在我们无法察觉自己的行为循环时，即便拥有再多天赋，也可能一步被自己拖垮。第一步就是辨识他们的存在，试着回顾自己的经历。你是不是经常因为同样的原因与人争执？是不是总在类似的情境下感到挫折？一旦你找到这些重复出现的模式，
接下来要问的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可能与过去的经历、内心的恐惧，甚至是无意识的信念有关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拆解这些模式，就能慢慢打破它们的束缚，而不是一再掉进同样的陷阱。毕竟，人生不该像重播的旧电影，而应该是一场能够自由发展的冒险。我们不只会重复相同的行为模式，还会无意识地压抑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假装一切都没事。但问题是，情绪不像文件，不能简单地存进文件夹就不见了，它们更像是堆积在地毯下的灰尘，表面看起来干净，但时间久了终究会让人窒息。这就是压抑法则。那些我们以为已经遗忘或克服的情绪，往往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，影响我们的决策行为，甚至身体健康。对文学大师弗吉尼亚·沃尔夫沃述，他的一生充满创作天赋，但内心深处却承受着极大的痛苦。从童年起，他就面对家庭创伤与心理压力，这些情绪并没有消失，而是悄悄渗透进他的作品里。郑达洛维夫人《灯塔行》这些经典小说，不仅是对时间与意识的探索，更是他对内在压抑情感的抒发。然而，尽管他用文学为自己建构了一个出口，那些未被真正处理的情绪依然影响着他，最终导致他的心理状况恶化，甚至走向悲剧性的结局。这说明了压抑情绪或许能短暂转化为创作或动力，但如果不真正面对它们，这些未解的情感仍会在暗处操控我们的人生。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？关键在于正视并处理情绪，而不是逃避。当我们感到愤怒、悲伤或焦虑时，最糟糕的做法就是告诉自己这没什么，或赶快忘掉。相反，我们应该试着情绪从何而来，甚至透过书写、对话或艺术来表达它们。心理学家发现，当我们能清楚命名自己的感受时，它们对我们的影响就会减弱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压抑，而是有意识地承认、处理，然后当他们以健康的方式离开。毕竟，没人能在长期忽略内心的情况下才能过得真正自在。如果说压抑的情绪会在暗处影响我们，那么我们的态度则是直接决定了我们人生走向。这就是自我破坏法则。你的内在信念与态度会像隐形的导航系统，默默引导你往成功或失败的方向前进。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幸运，而有些人则能从每一次挫折中学习，最后反而比别人走得更远。这不是运气的问题，而是心态在作祟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到文学界的传奇人物爱仍坡。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，写出了许多影响后世的经典作品。然而，他的内心却充满了消极与自我怀疑。他时常认为世界与自己作对，抱怨社会不懂欣赏他的才华，结果他酗酒与人交恶，甚至频频错失机会。虽然他的作品最终获得了世人赞誉，但他的一生却充满了经济困境与个人悲剧。反观许多同样面对困难的创作者，他们选择用积极的心态应对挑战，最终开创了更长远的成功。这说明了一个人的成就不仅取决于才能，更多时候决定因素是他的态度与思维模式。那么如何避免自己成为负面心态的受害者？关键在于转换思维方式，从固定型思维转向成长型思维。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能力是天生的，遇到困难时就觉得自己不行或没救了。而成长型思维则相信能力可以透过努力与学习提升，因此他们把挑战当作进步的机会。研究显示，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更能适应逆境，甚至在失败后变得更强大。当你开始察觉自己总是解读事情时，试着换个角度思考，我能从这次失败中学到什么？
长久下来，你会发现心态改变的不只是你的感受，还有你的未来。如果说心态决定了我们如何面对人生，他们欲望则决定了我们在这条路上追逐的是什么。人往往不是最想要那些轻易能得到的东西，反而对遥不可及的事物产生更强烈的渴望，这就是贪求法则。当某样东西变得稀缺或难以获得时，它的价值就在我们心中瞬间翻倍。从历史到现代商业策略，这条法则都被应用得淋漓尽致。要说最懂这条法则的商业案例，那非爱马仕的铂金包莫属。铂金包不只是昂贵，而是连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，让包包成为可遇不可求的奢侈品，进一步激发市场上的狂热需求。结果就是甚至透过关系来获得它。这种策略的核心就是稀缺性，因为当某样东西变得遥不可及，人们便会自动赋予它更高的价值，不论它本身是否真的如此独特。这种心理作用在市场上无往不利，无论是限量版球鞋、高级餐厅的私房菜单，甚至是一张音乐会的摇滚区门票，当它难以获得时，所有人都会争先恐后想拥有它。这条法则不只适用于商业，在职场、人际关系甚至个人成长上也同样有用。想要在职场上脱颖而出，与其什么都做，倒不如让自己专精于某个领域，让别人觉得只有你能做得这么好。在人际关系中，过度迎合往往让人失去吸引力，因为当你总是随传随到时，别人就会习以为常，甚至不再珍惜你的时间与付出。适当保持距离，反而能让你的价值提升。从生活到事业，懂得运用稀缺性，你就能创造更高的价值，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别人来发现你的重要性。如果说人们总是想要得不到的东西，那么同样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也总是不愿意改变自己以及相信的事情。当我们直接挑战别人的信念时，他们不会认真思考我们的观点，反而会更加坚定自己原本的立场。换句话说，当你用力去推，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往相反的方向更用力的抵抗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争论时，无论你的论点多有道理，对方通常只会更坚持自己的观点，而不是真的开始思考你的立场。历史上最经典的例子之一，就是美国的禁酒令。20世纪初，美国政府认为酒精是社会问题的根源，因此从1920年开始实施全国性的禁酒政策，想要强制让民众戒掉这个坏习惯。但结果并没有让大家变得更清醒，反而催生了黑市酒精交易、地下酒吧，甚至让黑帮势力迅速崛起。人们不仅没有停止饮酒，反而因为酒变得违法，而更加热衷于享受这种禁忌的刺激。这场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，因为政府的强硬手段并没有让人们改变行为，反而激发了更强的反抗心理。这正是防御法则的完美展现。越是强势的要求改变，人们就越想维持现状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想影响别人，又不想让他们产生强烈的防御心态，关键就在于潜移默化，而不是正面冲突。最有效的方式之一，就是让对方自己得出结论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想让朋友开始运动，最差的方式就是每天念他，你应该去健身，这只会让他越来越排斥。但如果你自己开始运动，然后让他看到你的变化，比如变得更有活力、更有精神，他可能就会开始好奇，甚至主动问你怎么做到的。这时候你不用说服他，他自己就已经开始动摇原本的想法了。这个道理适用于任何需要说服或改变的情境。与其硬碰硬，不如选择用更柔和的方式，像是在对方心中种下一颗种子。当人们觉得改变是自己的选择，而不是别人强加的，他们才会真正接受并持续下去。嫉妒是人性的一部分，却总是被精心伪装起来。
刚开始，朋友可能会为你的成功感到开心，但当你的光芒持续闪耀，而他们的生活依旧停滞不前时，这种快乐就会渐渐变质。嫉妒往往不是以"我真的很羡慕你"的形式出现，而是透过微妙的评论、冷淡的态度，甚至是刻意贬低你的方式表现出来。最有趣的是，嫉妒往往藏得最深的，正是那些看起来最亲近、最支持你的人。历史上最经典的嫉妒案例之一，就是莫扎特与萨列里。萨列里原本是宫廷音乐家，但当年轻天才莫扎特横空出世，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时，他的内心开始产生不安。虽然表面上萨列里对莫扎特彬彬有礼，甚至表现出欣赏之意，但私底下却处心积虑地打压他，试图让莫扎特的才华无法被世人看见，最终成为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嫉妒悲剧之一。该让我们看见嫉妒并不总是大张旗鼓的攻击，而是透过更隐晦争具破坏力的方式进行。那么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这种隐藏的敌意时，该怎么办呢？敌意，这不是说你不能享受自己的成就，而是不要刻意强调与别人的差距。如果你刚获得升迁，只其对还在原地的同事说，这真的超容易的，不如展现谦逊的态度，让他们感受到你的成功不是对他们的威胁。第二，注意周围人的情绪变化。有些嫉妒不会直接表现出来，但可以从对方的语气、行为，甚至是开玩笑的语句中察觉端倪。第三，给予他人适当的认可与鼓励。当你让对方感觉自己也有价值，甚至能与你的成功产生某种连结，他们的嫉妒情绪就比较不会转化为负面行动。成功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管理周围人的反应。当你懂得如何处理嫉妒，不仅能减少无谓的敌意，还能让自己走得更长远、更顺利。成功是一种双面刃，它能让人意气风发，也能让人忘了自己还有可能跌倒。当一个人开始累积成就，世界看起来就会变得不太一样，赞美变多了，质疑声减少了，甚至连以前的反对者都开始点头称是。这时候也不鄙视为了什么，一种危险的心理现象就悄悄地发生了，我无所不能的错觉。最经典的案例之一，非拿破仑莫属。这位传奇将领一路从法国大革命的混乱中崛起，靠着精妙的战术与无与伦比的自信横扫欧洲。然而当他的权力达到巅峰时，他开始认为自己战无不胜，甚至认为俄罗斯的寒冬不过是小小的障碍。于是1812年，他率领60万大军进攻俄国，结果却迎来了灾难性的失败。这场战役成为他帝国崩溃的态势。如果他能谦卑地评估现实，而不是被自己的光环蒙蔽，也许历史会改写。这种我怎么可能会错的心态，不只是历史人物的专利，现代社会里也处处可见。许多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小心翼翼，但一旦获得成功，就开始忽视风险，甚至不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。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许多华尔街银行家自信满满，觉得市场不可能崩盘，结果泡沫破裂，整个经济体系差点崩溃。所以如何避免成功蒙蔽我们的双眼呢？首先，不论成就多大，都要保持学生心态。成功不是停止学习的理由，反而应该让我们更警觉，因为越成功，错误的成本就越高。其次，要刻意寻找不同的观点，特别是来自那些敢于说出真话的人。如果你发现身边的人只会迎合你，那可能是时候重新审视你的圈子了。最后，提醒自己，成功是过程，不是终点。拿破仑如果在巅峰时停下来，当我们学会在成功中保持谦逊，就能避免被自己的光芒蒙蔽，继续稳健的前行。成功的人往往懂得方长线钓大鱼，而失败的人则急着捞一笔就走。
短视精力是人性的通病，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偏好及时回报，而不是耐心等待未来的成果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宁愿花钱买一倍昂贵的手摇饮，却舍不得把那笔钱存起来投资未来。问题是，这种短视个人理财上的小失误，在历史上它甚至导致了整个帝国的崩溃。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怖统治。他们1789年，法国人民推翻了专制王权，原本是一场争取自由的运动。但几年后，革命领袖们开始失去耐心，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建立一个稳定的新政府，而是选择了一条速效路线，大规模处决异见者。当时的掌权者如罗伯斯庇尔认为，只要迅速清除敌人，革命就能稳固。于是，断头台成为巴黎的日常风景，无数人被处决，最终甚至连革命领袖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难。这场恐怖统治不仅没有带来长久的稳定，反而让整个法国陷入更深的混乱，最终迎来了拿破仑的崛起。当初若是选择耐心建立制度，而不是急于清理敌人，法国的历史可能会大不相同。短视经历不只是政治上的错误，在商业界也比比皆是。许多企业为了赶期业绩选择压缩成本，削减产品品质，结果反而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。最经典的例子之一就是2000年代的美国汽车产业。许多车厂为了省钱，用劣质材料制造汽车，短期内确实节省了成本，但长期却因为品质下降导致品牌形象受损，最后不得不花更多钱来挽回信誉。那么该如何避免短视经历的陷阱呢？首先，要学会放慢决策，不要因为眼前的诱惑而做出冲动选择。其次，每次做决定前问自己，这对未来的我有帮助吗？最后，他们都懂得牺牲短期利益来换取长期的稳定与成长。毕竟，人生不是短跑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能够看到终点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今天众人捧你上天，明天可能就把你踩进泥土。流行文化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曾经风靡全球的明星，可能因为一场丑闻、一部失败的电影，甚至只是时代变迁，就从镁光灯下消失无踪。这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失去了才华，而是因为大众的关注从来都不是永恒的。它更像是一阵风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就是拿破仑的服从。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法国皇帝，从无名小卒一路崛起，带领法国征服欧洲，让无数人崇拜。然而当战争开始不利时，人民的态度立刻转变，曾经的英雄变成了暴君，最后被流放到孤岛上。可笑的是，当他后来短暂复出时，民众又一度欢迎他的归来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他再次战败，又被放逐到更远的圣赫勒拿岛，这次就再也没有回来。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的叙事：人们的忠诚往往是建立在你的成功之上，而不是你这个人本身。从科技界、商业界到娱乐圈，无数曾经被视为不可取代的人物，最终都被新的风潮淘汰。让苹果公司在1990年代陷入低潮时，消费者转向其他品牌。但当 iPhone 问世后，这说明了一个现实：忠诚不是靠过去的成就维持的，而是要不断创造价值。那么该如何应对人心的善变呢？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信任，而不是只依赖短暂的魅力或表面的风光。在个人层面，这意味着不要把所有心力都放在取悦别人，而是发展稳固的关系。无论是在职场、社交圈还是家庭中，对企业来说，而不是沉迷于过去的成功。毕竟风向随时会变，但如果你的根基稳固，就不用担心被吹倒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家都喜欢觉得自己是独立思考的人，但现实是，我们的行为比想象中更容易受到群体影响。想象一下，
你走进一家新餐厅，发现店内空荡荡的，你会怎么选择？大部分人会觉得那么多人在排队应该比较好吃。这就是社会认同效应的力量，我们倾向于相信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于是跟着做。这种现象最经典的实验之一就是心理学家所罗门·阿希在1950年代设计的从众实验。受试者被安排在一个团体中，其他成员其实都是研究人员的卧底。当研究人员故意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时，受试者却常常选择顺从，而不是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个实验证明，人们在群体压力下往往会放弃独立判断，只为了融入环境或避免与众不同的不安感。现实生活中的盲从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普遍。金融市场就是个典型例子。每当某只股票突然爆红，大家就一窝蜂地跟进，结果泡沫破裂时才发现自己被集体情绪操控吗？社群媒体上更是如此。一则新闻或谣言被大量转发后，即使没有经过查证，也会让人产生这应该是真的错觉。这些行为都源于一种本能，当不确定时，我们倾向于跟随群体，并为这让我们感到比较安全。那么该如何避免盲目从众呢？关键在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这不代表要反对一切主流意见，而是学会在行动前问自己，这真的是我的选择，还是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？在做决策时，多寻找不同角度的资讯，而不是只看让自己感到安心的观点。最重要的是愿意承认群体影响力的存在，因为意识到问题才是开始改变的第一步。那么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人性中的另一个隐藏面向，攻击性。很多人一听到攻击性，可能会想到拳头相向、暴怒失控的画面。但其实攻击性不一定表现在外显的暴力上，而是以更隐晦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行为里。有些人则将这股能量转化成冷嘲热讽，甚至是过度竞争的心态。不论是哪一种形式，这股力量都真实存在于每个人心中，差别只在于如何运用它。都懂得善用内心的攻击性，将它变成推动自己前进的燃料。拿史蒂夫·乔布斯来说，他的强烈企图心与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让他成为科技界的传奇。他对竞争者毫不手软，对员工要求严苛，甚至时常展现出强势不耐烦的一面。但正是这种强烈的驱动力促使苹果颠覆了整个产业。可见攻击性本身并非问题，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它，让它成为助力而非破坏性的武器。如果想要有效运用这股能量，首先要做的就是认清自己的攻击模式。有些人习惯正面对抗，而有些人则采取被动攻击，比如冷战、讽刺或故意拖延。如果我们能够察觉自己的倾向，就能开始学习如何转化这种能量，而不是让它控制我们。最理想的方式是将攻击性转化为动力、决心与坚持，用来突破挑战、坚持信念，而不是只用来发泄情绪。最终，关键在于掌控，而非压抑这股力量。许多人选择忽视自己的攻击性，认为这是一种负面情绪，应该彻底消除，但这往往会让它以更不健康的方式爆发。与其试图否认，不如学会驾驭它，把这股能量投入到值得的事情上，比如提升自我，甚至创造更具影响力的事业。当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引导自己的攻击性，它就不再是一种破坏性的冲动，而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推进力。既然我们已经谈到如何驾驭内在的力量，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，这股力量究竟该往哪里去？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，人就像一艘没有导航的船，随波逐流，最终可能只是绕了一圈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很忙碌，日复一日地处理各种琐事，
但如果少了清晰的目标，那些努力就像在跑步机上狂奔，看似消耗了大量精力，却没有真正前进。人生中最典型的迷失，往往来自于没有目标，或者更常见的目标太模糊。有些人说我的目标是成功，但成功到底是什么？赚大钱变有名，还是只是希望每天不用被老板追着跑？如果没有更具体的定义，就很难知道该怎么前进。反之，那些真正转变人生的人，通常都拥有明确的方向，像是 J.K. 罗琳，他在经历人生低谷时，没有选择继续抱怨命运，而是专注于完成哈利波特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最大的热情与天赋就在于写作。当一个人拥有强烈目标时，即使面对困难也能找到前进的力量。那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？最关键的是问自己2个问题：我真正想要什么？以及我愿意为此付出什么？很多人只想着前者，结果导致一堆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却没有任何行动。想变得富有，但如果不愿意学习、投资、开创事业或精进技能，那这个目标就只是空想。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让你愿意每天花时间下苦功去实现的东西，而不是只有想起来时才觉得很酷的愿望。真目标明确后，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把它拆解成可执行的步骤，并让它成为日常习惯的一部分。一想到要改变人生，就觉得需要一次大爆发，结果几天后就放弃了。其实真正的成长来自于稳定且有方向的行动，而不是一时的热血。当你每天都在做与目标相关的事，不论是学习、实践或调整策略，那么即使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，长远来看仍然会发现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当我们谈论人生的方向时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面向，我们内在的平衡。社会总是喜欢把性别特质划分得很清楚，好像男性就该坚毅果断，从不动摇，而女性则该温柔细腻，善于倾听。如果我们过度依赖单一特质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真正的力量来自于灵活运用刚与柔，而不是拘泥于某种刻板印象。历史上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，往往能够结合这2种特质，并根据情境做出适当调整。拿破仑来说，他在战场上冷酷果决，制定策略时毫不犹豫，展现出典型的阳刚特质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在与部下交流时，却懂得用鼓励与情感联系人心，让士兵愿意为他奋战。这就是阴柔的一面，光有攻击性不够，因为如果你只懂得强硬下指令，却不懂得倾听与协调，那么最终只会让人敬而远之。相反，如果过于迎合，没有自己的立场，那么也很容易被忽略或利用。那么如何在2者之间取得平衡？关键在于培养适应力，知道何时该果断行动。如果你是的习惯强势发言，凡事都要主导的人，可以试着在某些时候放慢脚步，因为真正的领导力来自理解，而不是压制。相反，如果你习惯退让，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，那么就要练习在关键时刻展现坚定，让别人知道你的立场与价值，而是学会灵活运用不同特质，让自己在各种情境下都能发挥最大优势。最终，真正成熟的人不是被性别框架限制，而是能够融合刚柔，适应环境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且有影响力的人。无论是职场关系还是个人成长，这种平衡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，让自己既能坚定前行，也能在必要时候保持弹性。这才是真正的强大。当我们谈论个人成长与适应时，还有一个盲点经常被忽略，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失忆。每一代人总觉得自己面临的问题前所未见，仿佛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动荡，没有人像自己这样努力奋斗过。但如果翻开历史的书页，
就会发现这些情境不断重演，只是换了个包装。例如，当前的科技狂热与90年代的网络泡沫，甚至19世纪的铁路投资热潮有着惊人的相似性。唯一的区别是人们总觉得这次不一样。事实上，历史是一个巨大的回圈，而不是一条直线前进的道路。经济兴衰、社会变革、世代冲突，这些模式一再上演。比如1920年代，美国经历了消费狂潮、金融市场狂热、文化大爆炸，接着在1929年迎来股市崩盘，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故事惊人的相似。又比如，每一代年轻人都会觉得自己比上一代更聪明、更开明，值得父母的观念过时，但到了他们自己当大妈时，又会忍不住对年轻人摇头，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事。这些现象不是偶然，而是人性的基本运作模式。既然历史不断重演，那我们该如何运用这个知识？关键在于学习历史，并用它来预测未来的趋势。如果你是的创业者，了解过去的市场泡沫，能帮助你避开盲目乐观的陷阱。如果你在职场上摸索方向，看看那些曾经成功过的人是如何适应变迁，甚至在个人生活中，读点历史也能让你在面对人生低潮时更有耐心。因为你会知道，这只是循环的一部分。聪明的人不会盲目认为这次不一样，而是会从过去汲取智慧，来更有策略地应对未来。无论是经济、社会、文化，甚至是个人的成长轨迹，所有的模式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蛛丝马迹。学会观察总结，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做出明智的选择，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场不断重复的游戏中站稳脚步。当我们开始理解历史的循环，还有一个现实，我们无法逃避生命的终点。但讽刺的是，大多数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假装这件事不存在，仿佛不去想它就能让它离自己远一点。然而，真正能让人活得更透彻的，反而是接受死亡的必然性。这不是悲观，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曾直面这个问题，并从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曾说，我们不是缺少时间，而是浪费了太多。佛教讲求无常，提醒人们珍惜当下。就连史蒂夫·乔布斯也曾表示，每天提醒自己，终有一死能帮助他做出真正重要的选择。这些人不是沉迷于死亡，而是透过接受它，让自己活得更专注、更自在。他们明白，生命的有限性并不是诅咒，而是一种指引，让我们更清楚该把时间花在哪里。当你真的意识到时间是有限的，你的决策标准会变得不一样。你会更愿意对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说不，而不是浪费时间讨好所有人。你会更愿意投资在真正重要的关系上，而不是陷在无谓的争执里。甚至你可能会更有勇气去追求那些一直想做的事。没有以后这回事。很多人拖延梦想是因为总觉得还有时间，但当你知道时间其实并不多时，就会发现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死亡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而是最好的提醒，让我们更认真地活着。这并不是要让我们变得焦虑，而是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。当你开始用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会怎么做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有意义。这样的觉悟反而能让人更自在，因为你不再浪费时间纠结于琐事，而是把每一天都当成礼物，好好珍惜。理解死亡能让我们更清澈地活着，而理解人性则能让我们活得更自由。我们总以为人生的种种困境来自外部世界，但其实大多数挑战都与人息息相关。当你看懂了人们如何思考，为何行动，你就能预测适应，甚至影响局势。这并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冷酷的操控者，而是让你更有智慧地与世界相处。
真正的掌控感来自于看清现实。很多人把时间浪费在埋怨他人，试图让世界变得理想。与其抱怨别人自私，不如承认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，然后学会与之共处。当你不再对人性抱持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你就能更理性地做决策，更高效地与人合作，更轻松地应对挑战。最终，这一切并不是关于如何操纵别人，而是如何让自己活得更通透。你越能看清人性，就越能掌握自己的选择权，而不是被情绪冲动或他人的期待牵着走。这种洞察力不是让你变得冷漠，而是让你活得更自在，更有方向。因为你终于明白什么才是值得你真正投入的事。